钟哥，你看老陆这路路通，从制度到流程全学的咱们呢。咱们8折那单子，我在市场发了好几天了，没人搭茬。嘿，这帮孙子还装不认识我。能不能别煽风点火，把心定一定好不好？钟哥，你说怎么对付他？玩硬的咱人多，背后玩阴的，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吃那么大的亏还没长记性是吧？有没有想过老陆为什么能从咱们嘴里把食儿给抢走了？他缺德呗。他缺德，你缺心眼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世道和咱们刚出道的时候不一样，外边大的物流公司多了去了，想急死咱们分分钟的事儿。咱们再这样跟老陆斗下去，只能两败俱伤，抱着一块儿死。你真的要跟老陆合作呀？合作可以呀，但得看谁说了算。行了，这事儿你别管，帮我办件重要的事。什么事儿？有个叫伊德设计的公司，听说下面有个服装厂，赶快去问问，看看这家服装厂的物流一直谁在做。伊德设计，咱市场没这家啊。你不仅缺心眼儿，你还近视眼儿啊！眼睛就盯着咱们市场巴掌大的地儿，你有什么出息啊？叫你去，快去！行，我这就去。再见，彤彤再见，徐老师再见。再见。彤彤，妈妈要加班，可能会到很晚，你先跟叔叔回去好吗？你不想奶奶呀？奶奶还在家等我们吃饭呢。喂。彤彤非要在幼儿园等你来接她。啊？可是我还没下班呢。要不，你把电话给彤彤，让我跟她说。彤彤，你跟她说话。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喂，宝贝。哎呀，对不起，妈妈还没下班呢。哎呀，那你能不能先跟曲叔叔回去呢？妈妈，你说话不算数。对不起，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妈妈跟你说对不起，妈妈下班一定会早点回去陪你的，好不好？好吧，妈妈。叔叔，咱们走吧。走，回家。我来拿。你看我就说嘛，该出来多走一走。这腿脚明显是比前几天利索多了。嘿嘿嘿，真是的。是吧？哎呀，你说我来北京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想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真漂亮哈。你还记着吗？咱俩搞对象的时候，我答应过你啊，要带你来北京逛逛，你还说呢，要在这儿啊照张相，忘了？那时候你说什么，我都当你是说一说的。可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这个年纪了，居然在北京又重逢了。晚是晚了点儿，倒是说到做到了。哎呀，那个时候啊，身不由己。哎，不过啊，既然老天爷安排我们又见面了，我真希望把以前的所有遗憾全都补回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补啊？老了怎么了？老了就该混吃等死啊！和平，我跟你说啊，正因为我们老了，更应该认真的过好每一天，高兴一天赚一天呀，是不是这个理儿？对。你等等啊！哎，小姑娘，来，给我们照张相好吗？嗯，好的。啊，哎呀，多不好意思。没事，来，看镜头。来，大叔大妈靠近一些，我要拍照啦。好，1、2、3，茄子。茄子。来，再来一张，1、2、3，好。
刘总，吃饭吧。您趁热吃吧，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出去了。怎么了？还有事啊？刘总，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是我能为你做的？你看，我来每天就是给你送饭送咖啡，其实我也能做别的事情，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看外面所有的人都挺忙的，就我一人挺闲的，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别来烦我。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想烦你，可是是您把我招进来的，您至少应该告诉我我应该干点什么，或者你们的设计我是不是也能有机会学习一下呢？学习什么啊？你不说我把你当招财猫吗？那就先好好努力，争取做一只合格的招财猫吧。资料室已经很久没人收拾了，你去整理一下吧。好，我知道了。刘总，如果收拾资料室不是特别着急的话，我能不能明天再收拾啊？我想早点回去，因为也差不多7点钟了，我孩子还在家呢，我想早点回去陪陪他。你够了没有啊？你要求没完是吧？你要下班是吗？行，你走，我不管你是要接小孩还是照顾老人，那都是你的事，不要来跟我说。你愿意做家庭主妇，不关我的事。我这要的是能干活的人。对不起，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要是每个人都把麻烦事带到公司里面来，我这公司干脆就别开了，直接转福利院算了。你要走赶紧的，走了就别再回来。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最后再告诉你一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跟我谈条件，你要走还是留，你自己看着办。我再跟你说一次，不要拿这些小事来烦我。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行了，别送了，给我吧。天气怪冷的，你也赶紧回吧啊，别累着。你不听我上去坐坐啊？哎呦，咱俩都待那么长时间了，上去坐，不是，主要怕启和在家，不方便。我们俩又不是偷情，干嘛弄得鬼鬼祟祟的呀？什么鬼鬼祟祟？就是，你得让我想想怎么跟启和说呀。我上去什么话都不说。你看你这个人，你就回去吧，风怪大的啊。不是，咱们又不是不见了，是吧？我认个门可以吧？哎，你说你这么……哎呀，彤彤！哎呦，我的宝贝儿，你怎么来了，彤彤啊？真好看的孩子，怎么在这儿站着？哎呀，启和，这位是？啊，我们以前这是我的一个老熟人。哦，那就别在这儿站着，进屋坐吧。哎，是他，哎，你不是还有事儿吗？有事儿你就走吧。谢谢你来送我啊。哦，那有事儿，那您就慢走啊。哎，走吧走吧啊，跟爷爷再见。哎，好孩子，好孩子。好。走吧走吧，慢点啊。走路妈妈不在哟。行了，快去洗手吃饭啊，好好洗啊。哎呦，你说这夏白露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留的饭菜都要凉了。刚刚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在加班。哎呦，第一天就这样，那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刚开始的时候总得适应嘛。你没生气吧？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他忙点是好事儿。我说的不是他，那你说的谁啊？我说的他，就刚才那个人。刚才那个人叫赵书海。哼，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啊？我就刚在外面见了他一眼，我能知道他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就是前2天我们在医院碰见的。这个赵树海吧，是我老家的朋友。你说让我又在北京给碰见他了，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吧？是挺巧的。我说你最近怎么总是老往外跑呢？原来是有人陪了呀。你跟夏白露成天那么忙，有人陪你妈妈说话不好啊？怎么着？你想跟他好啊？那得看你反对不反对了。心里难受。心里难受啊。妈，其实说心里话，我是真的希望您再找一个。你看我爸都走了那么多年了，我一直想你再找一个伴儿，有人陪你聊聊天啊，陪你说说话呀，我这心里也舒服啊。真不反对？关键前提是他要对你好。挺好的。挺好的。又怎么了？刘总，我想过来给您续点咖啡。搞什么啊你？对不起。行了行了行了，出去吧，反正废纸一堆。对不起，我错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得再考虑考虑，斟酌斟酌。其实呢，这个事情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你说，你跟夏白露现在生活已经走上正轨了，我老在这儿跟你们一块儿待着，容易影响你们。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您是我妈，我是您儿子，您住我这儿当然天经地义了。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赵叔叔呢已经沟通过了，以后我们俩要如果在一块儿，我是我的，他是他的，当然，儿女是儿女的，我们是我们的，这事儿我们都已经想明白了。只要你们儿女没什么意见，我们就没什么顾虑了。我能有什么意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您开心，您开心比什么都强。你说的对，人老了嘛，总是需要有一个伴儿。哎，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太急了不行，我觉得您再抻一抻吧，再看看，看他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啊？行，不着急，不着急。你怎么还在？哦，我起来啦！全部起来！设计图画不出来，在这睡觉。安娜，去把这细化一下。我跟客户说，今天下午3点到公司看设计样稿。好的，刘总。你
你们都回去洗洗，什么样子？今天1点前全部回来。好了，等。曲禾，哎，快醒醒！哦，你回来了啊？吃饭了吗？我吃了。妈给你留了饭。你怎么在这儿睡了？一会儿感冒怎么办？彤彤呢？哎呀，都3点多了，早知道我去接你好了。不用。彤彤呢？在我妈那屋。哎呀，刚才一直不想睡，说非要等你。我真的是拿她没办法，后来还是我妈有办法把她哄睡着了。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还有啊，以后我要再晚回来，你别睡在这儿。哎，我们都算是同居密友了，你就别那么客气了，行吗？嗯。怎么样，第1天上班，累吗？是有一点累，但是很开心。真是头一次看到加班还那么开心的人。哎，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了刘一德的设计稿。我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是有名的设计师，而我什么都不是。我觉得在我面前好像突然有一扇大门打开了，虽然那个里面有好多东西是我不明白的，但我觉得我可以慢慢的向他靠近。我有好多东西可以学，这感觉特别美妙。我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说，你来北京是为了找彤彤，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才找到真正应该留在北京的原因。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北京之后就不想走了，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很特别，它有属于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哎，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北京很大，却没有我们的家。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希望和你能给彤彤一个家，也给我们自己一个家。我还是先去洗个澡，外面有点冷。彤彤跟你妈妈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是夫妻，那彤彤就是我妈妈的孙子了。说的跟真的一样，咱们根本就是假夫妻。那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真的呢？那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你很明白。你真的很棒，我以你为傲。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的。我希望和你能给彤彤一个家，也给我们自己一个家。来，行吧。谢谢。哥几个啊，今儿想吃什么想点什么随便啊，我红中请客。洪老板，我们搞不清楚，你这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要是民红汤的话，哥儿几个可不敢乱喝。是啊，洪老板，你就先给我们说说吧。咱吃顿饭怎么那么多顾忌呀？咱是同行吧，也不妨碍咱们成为哥们儿啊！来来来，咱干一杯。洪老板，你还是说说吧，免得哥儿几个心里犯合计啊。我跟诸位说啊，我今儿请你们吃饭，绝对是好事儿。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出事儿了，你们都听说了吧？是，损失不少，可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呀？因为我想明白了呀，咱们这一片批发市场不少啊，物流单子哪天不成千上万啊？这些年咱们各据一方，看起来没什么不好，可我相信诸位应该跟我想的一样，这些年的生意没有从前好做了吧？对，是的。所以我想过来想过去，琢磨来琢磨去的，我觉得咱们哥几个必须得合作，才能把这一大盘子给它拢住了，做好啊。你们觉着呢？洪老板，这合作说起来容易，这做起来呀可就麻烦了。那知道未来是好的，那现在麻烦点算什么呢？我知道你们都有顾虑，那这样吧，我先表个态，我先把我批发市场大门向大家打开。不一直都想进来吗？好啊，从我这儿做起，大家一块儿干，一起合作，怎么样？洪老板，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您不是开玩笑吧？我有那么无聊吗？哎，现在不是在讲究那个合理竞争、共促发展吗？咱这与时俱进啊！我这是做积德的好事儿。你想好了啊，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想合作咱就干一杯，啊！来，来，干，来，干一个，来，喝一个，来，吃啊，哥几个，来，吃。这个是去年音乐学院考试第1名现场演奏的视频。你看的时候注意看看他们的表情和手指。演奏、现场是一方面，能不能感染考官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的。徐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非得按他们规划好的路线走？我为什么就不能走自己的路线？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早在我比你还小的时候，我就问过我自己。我只能说，如果你真的确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放手去做，但不要为了反抗而反抗，因为无论如何，父母是不会伤害你的。好了，别再为上次没能参加音乐比赛生气了。你妈骗你是不对，但一开始你也没告诉你妈呀，不是吗？喂，你好。他在。你稍等，找你的。喂，我是陈家宝。知道。我手机被我妈没收了。行，那你就放我知道。再见。徐老师，你能陪我去一趟吗？贾老板，才喝多少啊？就一个劲儿往厕所里边跑，故意讨酒可不行啊！我酒量不行啊，哪能跟洪老板您比？嗨，能喝算什么本事啊？得跟您学，功夫用到正地方。听说您还一直接着几家设计公司和服装厂的物流单子是吧？那些不值一提，量小，要求还特别多啊！要不是现在生意难做，我早都不接了，哪能跟你批发市场那边比？你一天的订单就相当我1个礼拜的。既然您都这么说了，要不您把您那几家设计公司和服装厂的物流单子分我一半，我把批发市场的单子分您一半。真的假的？还有这好事？刚才饭桌上都白说了，不说好了吗？合作合作，这就开始啊！不过有件事得说好了，别的没关系。有一家叫伊德设计的物流单子，您得留给我。没问题，就那家难搞，你随时可以接过去。好啊。不过你批发市场那边。没问题啊，贾老板，
明儿来我办公室咱详谈啊。再吃点，赶紧吃啊，别花钱，多喝点啊。真有这好事儿。你们想签家宝当艺人？对，没错，是这样的啊。虽然那个家宝啊没有参加比赛，但之前他试镜的时候呢，评委对他印象是特别的深刻，就包括我们的那个艺人总编，特别的看好家宝，所以想跟他呢正式签约。那签完之后呢？首先是想把他送到韩国培训2年，然后呢以正式艺人的形式出道，出专辑。他本身就是学那古典音乐的嘛，再加上天生有个好嗓子，我相信稍微系统的培训一下啊，他一定会成为王力宏第2的。真的？可他现在还是个学生，而且过不了多久还要参加高考。您看能不能这样？等他高考完了之后，咱们再谈这个。原则上应该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曲老师，你知道啊，我们公司啊，跟电视台每年都举办1次这种选秀的比赛。说实话啊，我们自己的艺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排。像他呢，终于有个机会，一半是你的实力，另一半啊，也是他的运气。如果真的等他把高考完成以后，我们洽谈这个事儿的话，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我想你我都不知道。要不这样吧，合同呢你们拿回去，先慢慢看。你回去呢跟你的爸爸妈妈呢好好商量商量，然后呢尽快的给我一个答复。那好吧，先这样，我也有事儿，你们先聊。谢谢，谢谢你们对家宝的认可。家宝，你真的很棒。曲老师，你说我怎么办？这件事情，你得和你爸妈好好商量。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自作主张，明白吗？整体我用绿色的色调，这个星星的设计有点多。这是你要的咖啡。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错，看老板怎么说吧。你的三明治，还有你要我复印的复印稿。那谁啊？哦，这是你的文件，我已经按时间顺序整理好了。咖啡呢？你是想烫死我啊？不是你说要热的吗？你穿成什么样子啊？赶紧回去换一套。下午发布会你穿这样出现，我立马开除你。我再加一条规矩，凡事不要让我说第2遍 ，understand？ 赶紧去。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王老板，合作愉快。必须的。那以后成立西城运输协会的时候，贾老板多关照啊。一定一定。那好，您忙，我先走了。行，送我贾老板。哎，来，贾老板这边请。钟哥，我还是不明白，你这不是拿咱家的大鸭蛋换人家鹌鹑蛋吗？怎么算都亏啊？懂什么呀？鹌鹑蛋营养价值高。给我收着，我出去溜达一下。你去哪儿啊？刚接手别人的生意，出去溜一溜啊，打个招呼啊。天上的太阳红呀红彤彤美，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美。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呀？我怎么算都亏。卢学亮，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再让人家送东西给我了，我是不会收的。还有，如果你当我还是老同学，就请让我清静清静。
邱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我这里有一份好料，一定有爆点，我相信你绝对喜欢。非常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今天我们都看到了刘老师这一期新片的世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刘老师交流一下。刘老师。 这次的设计似乎跟您之前的风格不太一样，更加青春个性。请问您是打算要转型吗？你的观察力很敏锐。没错，这次的设计我有意贴合当下年轻人，也就是你们说的90后。一德设计作为一个成熟的品牌，未来也会陆续开发不同年龄层的产品线。这次的设计只是一个开始。听说您为了这次设计，还特意聘请一些年轻的设计师。你的消息很灵通。 接下来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德设计刚刚聘请的新锐设计师蔡白露。大家好，我叫夏白露。你不是最近网上很火的最美妈妈吗？对，就是她，就是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看到了她的故事，又发现她的才华，才将她请到一德设计。这次的设计她也有参与，大家会发现，相比于过去强调个性和独立，这次的设计更加的温暖柔和。这些都是这位最美妈妈给带来的。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喜欢这些有温度的设计。谢谢。 夏小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您在电视比赛上说，您是为了寻找孩子才参加比赛的，对吗？是这样的。那请问您的孩子是怎么丢的？是这样的。是因为你出轨，还当第三者破坏人家的家庭，所以你老公才会把孩子带走的，对吗？你老公肯把孩子还给你，是因为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对吗？ 没有这样的事情。记者朋友，你们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假的，别相信，别再问了，好吗？夏姐，好吗？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吗？夏小姐，请回答我们。夏小姐，请先正面回答。夏小姐，别问了，别问了，都是谣言，别相信。你们起来，快往那边！来，现在跟我往那边走。还好没跟过来。不行，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他们说清楚。你说什么呀？这帮人，你说6，他们能说成9，只能越描越黑。那他们也不能这么诬陷我吧？他们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先定一定，咱把风头先避过去，会搞清楚的。看来今天家你也暂时别回去了，到公司闭会吧。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肯定有人搞鬼呀，在后边。咱别着急，肯定会弄明白了。走，快！OK， 记住了啊！明天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提问的，知道了吗？好了，下课吧。怎么了，彤彤？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啊？我要玩那个。是这个吗？是。来，叔叔现在教你怎么玩这个啊。
看好了，左手呢摁住这个琴弦，右手拿着这个弓，看，有声音对不对？来，你试试。拿好，对，摁住，在这边拉。喂，请问您是曲和老师吗？对，我是。请问您和夏白露是什么关系？啊？是因为夏白露的介入，您才和妻子离婚，并被音乐学院开除了，对吗？你说什么呢你？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闹这一场。就是啊，谁知道夏白露是这样的人？你给我闭嘴！我让你帮安娜联系记者，你是怎么办事的？他们要集体发难，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吗？现场乱成什么样子了？你还有你，都是木头吗？知不知道拦着点，把我一个人晾在上面？我刘义德出道这么久，就没这么丢人过。这帮记者到底哪里收的风？我们不能让人背后捅了刀子，还不知道谁干的。还愣着干嘛？去给我查一查啊！喂？什么？又怎么了？刚才商场谭总打电话了，说这些新品的合同还是先换一换。我知道了，你出去吧。落井下石的王八蛋！我得给曲和打电话，我不能让这帮记者找到他。怎么不接电话呢？稍后再拨。我还是回公司吧。万一刘一德找不到我，他一定会把我开除的。算了，我还是赶紧回去吧。干嘛呢？那么忙叨叨的，你还管他们？管管你自己行不行？夏白露。回来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乱七八糟流言从哪儿来的？你最近是不是又得罪什么人了？我能得罪什么人啊？这肯定得罪人了呀，不然谁会捣鬼呢？贺武洲，不可能啊！他是彤彤的爸爸，他不可能这么说自己的儿子。除了他，我怎么可能去得罪别人呢？彤彤，不行，彤彤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小青，我去接。那我总不能一直在你的办公室待着吧？必须好好做好这样的准备。我回家先探探风，看看有没有记者。如果记者没跟着的话，晚上我送你和彤彤回家。对了，什么微博、微信啊、电脑、手机都别看，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只能让你更加烦乱。踏踏实实待着好吗？听我的。就别说了，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你赶紧走。随时联系你。钟哥，贵客呀，忙着呢。是挺忙的，不过你到了，我也得伺候着呀。我今天心情特别好，你是想看电影呢，还是想吃饭？我请。夏白露出事儿了。夏白露出什么事儿了？在发布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现在手机啊、网上到处都是说他小三儿、已婚妇女、破坏别人家庭。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就是小三儿啊，要不然曲和那婚给谁离的呀？真不知道这事儿？我不知道。那行，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啊。
洪忠，洪忠，洪忠，合着你绕了半天是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做的，是吗？没有，我就随便问问。什么叫随便问问啊？这件事情就算是我做，能怎么着？如果是你做的，就得解决啊。感情你是帮着夏白露来兴师问罪来了是吗？